大家好，我係添 Sir， 今次帶大家行大棠自然教育徑，佢嘅官方長度係3.2公里，屬於一條中長度嘅教育徑。全條教育徑合共有20個傳意牌，資訊非常之廣泛。先睇睇地圖先，起點係喺呢個大棠最大嘅燒烤場旁邊。我哋會先喺大棠行上去，大約係1.6公里，就可以去到教育徑嘅入口㗎喇。跟住會沿住呢個教育徑行一圈，然後呢再接返去起點，之後就會返落大棠離開。全程連上落其實都唔少嘅，大約有7公里，比較適合親子行山或者學生去考察。喺課堂以外，親大自然。首先前往大棠，可以乘搭 K66 巴士喺大棠山路落車。落車之後呢，倒轉行並轉入大棠山路，然後沿住大棠山路開始行上去。呢段就係1.6公里嘅上斜啦。沿途都冇咩特別㗎，就係一條斜路、行人路。如果唔想行呢段嘅話，可以搭的士或者自己揸車去大棠燒烤場。途中呢會經過一個大棠山路避雨亭。如果係紅葉嘅季節，巴士係會有特別班次喺呢度係可以落車㗎。循呢個行人路繼續直行，默默腳咁行。沿途可謂冇風景可言㗎。經過寶良谷賽馬會之後，仲有大約1/3嘅路程。跟住會見到一個分岔路口，路口會見到有指示牌往燒烤場。大棠自然教育徑呢，就喺呢個燒烤場嘅盡頭啦。呢個位置放咗一張大欖郊野公園嘅大地圖，同埋一張大棠越野單車徑嘅地圖。行山人士呢，可以選擇上斜或者上梯級都得。兩條路係殊途同歸嘅，同樣都可以去到教育徑嘅起點。沿住行人路再上多少少，就會見到左邊有類似城牆嘅圍欄，嗰度就係大棠最大嘅燒烤場啦。場內同樣放咗一張大欖郊野公園嘅大地圖，而大棠自然教育徑嘅入口呢，就喺盡頭嘅後邊，即係第2個大型公廁嘅右邊。理解下地圖嘅路線後，我哋就隨即起步啦。留意前段嘅教育徑呢，係同呢個源泉古道郊遊徑重疊嘅。行兩步就會見到第一個教育徑嘅傳意牌，係金屬整嘅噃，標題呢係元朗平原。話說喺呢個60年代之前，曾係本港重要嘅產米區，佔本地生產量1/4㗎。除此之外呢，養魚業亦都曾經非常發達。前段嘅山徑呢係石屎路嚟嘅，周圍呢都係植樹區。喺呢個分岔路口呢，留意指示牌行就得㗎喇。另外呢，教育徑呢係冇標距柱嘅。但係途中就會見到源泉古道郊遊徑嘅標距柱 C6124 至到 C6121。郊遊徑嘅前段呢係非常寬闊嘅，好快就會回復正常嘅山徑闊度。金屬牌呢係非常明顯嘅，
離好遠呢都已經見到㗎喇。不過喺近距離非常反光，其實好難閱讀。第二個傳意牌係桉樹，原產於呢個澳洲，喺香港呢好廣泛種植嘅。佢嘅適應力好強，能夠抵受呢個乾旱嘅天氣，同埋喺呢個山火後呢迅速咁復原嘅。喺呢個分岔路後呢，必定就有明確嘅指示嘅，跟住呢個教育徑嘅方向行就得㗎喇。不過唔好忘記望下周圍，睇下有冇金屬牌喎，因為第3個金屬牌就係喺落樓梯之前嘅左手邊。標題係新市鎮發展，元朗係第2代嘅新市鎮，較荃灣、沙田、屯門嘅發展歷史呢比較短嘅。由於樹木生長得好茂盛啊，只能夠喺傳意牌後邊呢睇到一線嘅元朗啫。沿梯級往下走，慢慢一步一步咁落，就會見到第4個傳意牌石龍湖土牆，不但能夠阻止大規模嘅斜坡移動同埋泥土流失，亦可以幫助穩定斜坡。梯級呢係有啲長㗎。不過就係落，唔係上。總共呢要落大概3分鐘左右。落到梯級底，係一條溪流嘅分岔路口，左邊有一條標距柱，同埋可以揾到第5個傳意牌。河流活動其實平凡不過嘅事，好似好簡單。但係講到地殼變動、河水沖刷，就卻令到整件事呢變得非常之深奧。你又睇唔睇得明呢？留意指示牌，唔好跨過呢個小溪嘅石橋，要靠右走。每個傳意牌呢相隔都非常近嘅。第6個傳意牌係沉積物及泛濫。可以理解到沉積物跟河水泛濫嘅間接關係，呢啲自然現象探究起上嚟真係好有教育意義。教育徑呢係好好走嘅，即使有梯級呢都係好平緩嘅啫。中段呢就係泥路山徑，非常好行嘅。部分路段嘅泥濘比較多，可能係連日落過雨嘅關係啦。第7個傳意牌係鐵芒機，常見於呢個光禿禿嘅山坡，佢嘅生命力呢非常之強勁嘅。傳意牌一共有20個，即係仲有2/3。傳意牌每個相隔最短呢幾米，最遠呢就400米。第8個傳意牌係山坡灌木林，係從草坯演替到呢個林地嘅一個階段。假如果冇山火嘅話呢，灌木林亦都會逐漸演變成呢個闊葉林嘅。雖然教育徑呢就冇咩特別開揚嘅風景，但係山徑變化呢都唔少㗎。例如其中一段就係小竹林，跟住就開始沿梯級向上攀。標距處呢亦都嚟到 C6122。第9個傳意牌係沖刷。植物一方面增加泥土對沖刷嘅抵抗力，但雨水卻間接令到泥土加速移走，令到地面形成咗深溝。接下嚟需要跨過一條嘅小溪橋，
然後踏上一條小天梯。梯級呢，一段接一段，好似行完咁㗎。當過完一段有仿製木欄杆嘅梯級之後，就會嚟到另一個分叉路口。喺旁邊亦可以揾到第10個傳意牌。沖刷地區嘅種植，植林種植係最為普遍用嚟減低河流嘅沉積物同復原沖刷區景觀嘅方法。跟住靠右行，好快就會見到第11個傳意牌。南坑排古道，昔日18鄉一帶嘅農民就係利用呢條古道將農作物運去荃灣嘅市集㗎喇。喺廟宇右邊嘅分叉路口，靠右轉上梯級，往呢個大堂管理站去。踏過最密嘅一段梯級之後，就會進入較為平坦嘅路段。之後大部分嘅路段都係環疑。途中要留意右手邊嘅地下嘅，因為第12個傳意牌非常之近地面嘅。標題係彩泥區，最近呢20年基本上都已經見唔到彩泥區嘅蹤影㗎喇，因為經過郊野公園當局自呢個80年代嘅努力至今，現在漫山遍野都係青翠嘅樹木啦。幾十年前嘅彩泥區基本上已經完全消失㗎喇。沿路嘅山徑仿佛就係一個沖刷嘅現象，山徑因為水土流失，逐漸咁變成咗少少嘅溝。嚟到最後1公里嘅路段，跟住會揾到第13個傳意牌，山火瞭望台。係漁農處用嚟偵察山火發生嘅瞭望台，每年9月到翌年嘅4月都有呢個瞭望員24小時當值嘅，但係現今部分已經轉為呢個遙距監察㗎喇。2步之後就會見到第14個傳意牌，以果相思係一種從外地引入嘅品種，能生長喺非常瘦瘠嘅土壤。而且生長速度非常快，同埋耐旱。走過一段泥路山徑之後，踏上咗最後嘅石屎梯級，跟住會連續見到4個傳意牌。第15個傳意牌係試驗林。成立於1985年，以試驗適合喺彩泥區種植嘅樹種。當年測試有14個不同嘅樹種，合共有5130棵嘅樹苗。試驗喺呢個1990年完成咗，成功咁種植嘅品種包括以果相思、大葉相思、台灣相思、海濱木麻黃、愛氏松同埋紅膠木。呢啲品種而家已經廣泛咁種植喺受沖刷影響嘅地區。
第16個傳意牌係愛氏松，係從北美洲引入嘅直林常用樹種，可以高達30米，直徑亦都可以闊達3米。愛氏松好鍾意陽光，適應力又強。與山松比較，佢比較耐火同埋耐蟲害。第17個傳意牌係油杉，係常綠嘅松科針葉樹，廣泛咁分佈喺個南中國，但係香港呢並唔常見嘅。呢個品種係受森林及郊野條例保護，而家呢已經大量培植㗎啦。第18個傳意牌係江松，係矮小嘅灌木，經常生長喺呢個乾旱同埋具酸性泥土嘅山坡。佢花白色細小，葉帶芳香油，會散發出一種藥油味。嚟到最後一個分岔路口，繼續沿住自然教育徑走，即係大棠山路巴士站嘅方向。走北最後一段平路之後，就會原梯級向下急速下降。喺結束前就會揾到最後2個傳意牌。第19個傳意牌係苗圃及植林。植林計劃必須要有優良品質嘅樹苗，而漁農處嘅苗圃每年均生產約80萬棵嘅樹苗，當中包括100個不同嘅品種，用作控制沖刷同埋美化環境。再落多少少，就會見到第20個傳意牌。大葉相思係一種新引入嘅常綠品種，生長速度特別快，3年內可以達到3米高。睇完咁多個傳意牌之後，有冇獲益良多呢？喺出口同樣有呢個大牌坊、地圖同埋指示牌。離開嘅方向同樣係靠右，返去大棠自然教育徑嘅起點。距大棠山路巴士站大概係2.2公里，官方標示係需要45分鐘。實測快腳不斷咁落山都要30分鐘嘅。旁邊就係大棠管理站，沿住寬闊嘅馬路一直行返落去。車閘之後就係公眾停車場，駕車人士可以喺嗰度泊車。再落多少少，就返嚟大型燒烤場，亦即係大棠自然教育徑嘅起點。接下嚟點樣嚟就點樣返去，大約要行20分鐘左右啦。唔經唔覺就返去大棠嘅山腳，轉左就係大棠山路嘅巴士站。行山人士可以選擇乘搭巴士或者小巴離開啦。今次旅程就嚟到呢度，希望大家都可以開心上山，安全落山啦！鍾意我 channel 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啊！揾行山路線記得嚟 teamhiking.com， 下次再見啦，拜拜！